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魏萨尔。我本身是一个资工系的大学生哦，因为常常有打字的需求呢，所以我就购买了自己的第一把机械式键盘。而距离我开始接触机械式键盘以及客制化键盘，已经超过了接近2年左右的时间。而经过了这些时间以后呢，我对于机械式键盘真的只能说是爱不释手而我购买过的机械键盘总数呢，也已经超过了10把。不过在这2年之中呢，在我推坑亲朋好友一起购买机械键盘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们呢，其实对于机械式键盘还是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导致他们对于购买或是使用机械键盘呢，还是有许多的疑虑。甚至是呢，当我说要把我的键盘借给他们使用的时候，他们也常常会是说，先不要，机械式键盘我拿到公司或是宿舍去用的话，一定会被赶出去的。那么机械式键盘是不是真的问题这么多呢？又或者说，其中有一些问题其实是迷思，或者是可以很容易被解决的呢？我今天就特别整理了5个关于机械键盘的迷思，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第一点，吵。提到机械式键盘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们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它很吵。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并不意外，因为大家对于机械式键盘这个名词的印象，可能常常来自于以前网咖或者电玩玩家使用的那些键盘。而以往这些比较传统的机械式键盘可能大量使用了有声段落的轴体。举例来说，有些人可能听过的轻轴就是属于这一类。这种有声段落的轴体呢，可以很好的增加玩游戏时按压按键的确定感，还有点像是我们按压式的原子笔一样，按下去到底之前呢，会有一个段落，经过了这个段落之后，才会把这颗按键的讯号给发送出去。而在触发这个段落的时候呢，就会发出一个高频的咔咔声，就像我们原子笔按下去之前一样，会有一个咔咔声。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有声段落的轴体会发出这种声音但其实呢，近几年大家平常上班打字的机会和时间也都是越来越高，机械式键盘不再只是电玩需求导向的配件，大家也越来越关注工作导向或是打字导向为主的键盘。而这种键盘呢，当然就不只有轻轴啦，更甚至也有完全针对安静场合所设计的静音轴体。例如 Cherry 和 TTC 都有出所谓的静音红轴，这种轴体在按下去到底之前呢，会有一个缓冲用的矽胶层。这也导致了在按压时它可以几乎完全没有声音再来呢，我个人还有一点想要为机械键盘平反的就是，虽然机械式键盘的声音本身不见得比一般的薄膜键盘还要小，但是达到一定水准的机械键盘通常声音会比较集中，也就是有比较少的杂音。这边就让大家来听听看。这一把呢是罗技平价的键盘组 MK235 其中的键盘，它是一把薄膜式键盘，而另外一把则是我自己组装的客制化键盘。这边就让大家听听看它们的声音有哪里不一样吧。大家应该不难听出来罗技这把键盘的杂音比较大，除了按键本身按压到底时的声音之外，按压的途中以及按键回弹时都有许多细碎的杂音，而我个人觉得这些杂音常常才是最恼人的声音再来第2点，丑。可能常常会有女性朋友们觉得呢，机械键盘都长得黑黑丑丑的，甚至有些会发那种 RGB 灯光，放在桌上真的很破坏美感但是其实这追根究底的原因也和上一点一样，大家对于机械式键盘的印象其实都已经被传统游戏用的机械键盘给定锚了。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商在推出外观比较符合现代美学的工作用键盘了，更或者又有像是 ASIO 推出复古式机械式键盘，
以及罗技的 Pop Keys 可爱风键盘可以选择。更或者呢，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机械式键盘都是可替换键帽的，只要额外购买键帽组，其实要什么样的外观都可以随心情自己做选择。当你哪天看腻这把键盘之后，换上一组全新的键帽，看起来就像是换了一把新键盘一样的。而灯光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机械式键盘都具备了可以自己开关灯光的功能，有些甚至可以自己定义灯光的效果。如果不想要键盘发光的话，其实只要按一下按键把灯光关闭，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第3点，大。再来，既然提到了美观问题，很多人也常常会抱怨的是，机械键盘都很大一把，非常占用桌面上的空间哦。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能算是一个迷思哦。其实为了符合大家长久以来的打字习惯，大部分键盘的打字区其实是差不多大的，也就是说每把键盘的每颗按键大小其实是差不多的哦。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偶尔借用身边亲朋好友的键盘时，也不太会适应不来的原因。而会有机械键盘很大把、很占空间，这个想法通常是因为比较传统的机械式键盘都带有最右边的那个9宫格数字区，再加上通常机械键盘的垂直高度也比较高，在视觉上大家就会觉得哇，它好大一把，好占空间。而机械式键盘其实也是有分不同大小的，从包含了字母区以及最右边9宫格数字区的 100% 键盘，到最小只有字母区的 40% 键盘都有。现在很多的厂商也都有在推出各个大小的机械键盘，大家也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做选购哦。第4点，贵。还有一个最直接影响大家选购机械键盘的因素就是机械键盘很贵。的确大家以往印象中那种传统游戏周边大厂出的机械式键盘，通常一把都要动辄5-6千元。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厂牌推出比较平价的机械式键盘哦。像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台湾国内的厂牌 Ducky， 他们比较入门的机械式键盘大概200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了。如果把预算再提高到3000元左右的话呢，那可以选择的厂牌以及键盘那又更多了呢。而我个人会推荐的机械式键盘也大多数在这个价位带里面。如果大家对机械键盘更有兴趣的话，或甚至愿意接触客制化键盘，我将来也会推出一部影片来教大家组装一把1000元有找，并且声音手感都极佳的客制化键盘。第5点，难。还有许多人对于机械键盘的印象是它高度很高，打起来可能和平常笔电上面的平面式键盘差异很大，很难习惯，导致自己迟迟不敢下手购买一把机械式键盘。而针对这一点，我自己把它拆解成键盘的高度以及按压的行程来分析。首先，针对键盘高度来说，其实笔电或者是许多薄膜式键盘上面的平面式设计是非常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举例来说，当你要按到最上面那一排数字键或是 function 列的时候呢，通常手指都会需要移动非常长的距离。有些手指比较短的人，像是我，甚至需要把整个手掌也一起移动往上，才能够按到那个按键。长期来说的话呢，打字时频繁移动手掌会很容易造成双手的疲劳哦。因此我认为如果有机会的话，尝试看看这种高低不一的配置，不妨也是一个好选择。再来，就算你真的已经习惯了平面式的键盘，已经用了几十年的打字习惯，不想要更改，那么就像我前面有提到的现在的机械式键盘上面的键帽部分通常是可以做独立替换的，而键帽本身呢也有许多种特别的高度配置，而其中当然也有完全平面式的键帽，例如 DSA 还有 XDA 配置，在机械键盘良好的按压回馈感下，保持类似于笔电键盘的平面配置，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我个人第一把的机械式键盘也是这种键盘呢，是 Vortex 推出的 Tab 75键盘，它就是搭载这样的平面式高度的键帽。再来，有些人认为机械键盘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像笔电一样轻轻的一碰按键就可以触发了，它需要按压一个很长的距离才能够把讯号发送出去。当然这一点也是让许多人一开始无法适应的，不过相对的，较长的按键距离带来的也是更好的防误触效果，不会一个不小心就在手指移动时把按键触发出去了。不过呢，现在当然也有厂商推出了矮轴这个选项哦。矮轴的键盘呢，敲击起来
就和笔电键盘比较类似哦，它的键程也是比较短的，不需要按压很长的距离就可以把讯号发送出去了。最后是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先感谢看到这边的大家，这是我第一支 Talk 类型的影片，大家可以往回翻我之前拍过的都是一些开箱，而且是英文为主的影片。不过我最近觉得台湾的机械式或是客制化键盘的讨论度非常低，市场很封闭，尤其是在购买客制化键盘时，会发现很多厂商甚至在台湾是没有代理商的。要入门这个圈子的话呢，门槛是非常高，要做很多功课的。因此我也希望可以多多分享给大家机械式键盘以及客制化键盘的资讯。如果大家喜欢这一类的影片的话，帮忙我按一个赞，或是留言和我互动一下。我之后呢也有预计要再拍一系列的影片，和大家聊聊客制化键盘要如何入门。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想和大家聊聊我现在认为键圈有一些乱象的存在。那这支影片就先到这边了，我是魏萨尔，我们下次再见。